期中考试过后，一班暂时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收到新训练服的学生们都很开心，除了4天前刚过完生日的比奇，虽然迄今为止收到了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但他最想要的就是乌坚送的。只可惜这个木头不开窍，比奇正暗自苦恼，就被学生们神神秘秘的拽走了。另一队人马则是带上众筹的钱去给比奇买礼物，正好在街上遇到了之前老爷爷事件中帮忙报警的花店小哥，于是在小哥的推荐之下买了一束玫瑰回来，让乌坚当做礼物送给比奇。状况外的乌坚一脸茫然，不过最后还是被赤羽用搞好同事关系的理由接受了。这边拖延比奇的同学收到信号后迅速撤退，被搞得莫名其妙的比奇回到办公室就收到了乌坚送的玫瑰，高兴的比奇心花怒放，还以为是乌坚开窍了。不过在听到乌坚的一句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他庆生之后，比奇终于察觉到不对，乌坚根本没开窍，暗杀沙老师的时间只剩下半年，无论成功与否，半年之后他们都不会有任何交集。比奇知道自己被耍了，拽出蹲墙根偷听的学生和沙老师后，扔下玫瑰转身就走了。同学们原本的好心弄巧成拙，让比奇意识到他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同学们怪乌坚太冷淡，其实乌坚并不迟钝，他明白比奇对自己的感情，但是恋爱只会让刀刃变得迟钝，这是他的任务，仅此而已。而屡次受挫的比奇也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应该退出。自那之后的3天，比奇都没来上课，电话打不通， GPS 和监控也找不到，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去巴西看比赛的沙老师前脚刚走，后脚花店小哥抱着一束白菊非常自然地进入了教室，所有人没有任何防备，直到他走上讲台将他绑架了比奇的消息告诉了大家。而花店小哥正是被称为死神的杀手，这就是杀手的最高境界，防不胜防，毫不畏惧才是最可怕的。死神知道学生们和比奇的感情深厚，他用比奇的性命威胁，让学生们不许告诉老师在晚上6点之前到达他制定的地点，否则他就会将比奇分尸，然后再对他们其中一人出手。随后死神留下满地花瓣和一张地图神秘消失，同学们都知道这是陷阱，明显是在利用他们引出沙老师。但是为了救比奇的性命，大家还是决定先行动。入夜之后，学生们换上装备潜入指定地点，如果他们出了意外，就让阿绿将事情告诉沙老师。果不其然，学生们一脚踏进陷阱，被困在了一所巨大笼子里，比奇就在不远处被绑着。学生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杀手，他们很快利用定向炸药和烟雾弹逃走。殊不知死神的计划才刚刚开始。而此时看完世界杯的沙老师还在巴西给学生们出题。当时巴西队足球1比7惨败德国，沙老师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人念着7比1，惨遭巴西群众围殴。一脸懵逼的沙老师打电话给了最了解足球的前缘，却发现所有同学的电话都打不通了，一种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头。而国内这边唯一能联系外界的阿绿被黑，他们再次遇上了隐藏形态的死神，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被干翻在地。怒气冲冲的朝田想要再次使出杀手锏，却被对方抓住机会拍掌震成了痴呆。这招叫做击掌必杀技，罗伊罗教给他的不过是最简单的动作，但这招还有进阶版。人的意识有波长，波纹越接近波峰，对刺激越敏感。当人的意识达到最敏感的瞬间拍掌，让他感受到最高波峰的刺激，这种冲击会直接让人精神麻痹。逃走的这队全灭，而绕回营救比奇的小队也被比奇阴了。原来比奇根本没被抓，而是选择了和死神合作。所有学生被抓，发现不妥的乌坚和沙老师也循着气味赶到了，两人的潜入行动很快被发现。死神故技重施，用机关将乌坚和沙老师搞到地下，随后利用比奇逼迫乌坚放下武器。不仅如此，他还在学生们的脖子上安装了炸弹。死神虽然隐藏了自己的身形，但他手里只有2把枪。沙老师以为只要紧盯死神就万无一失，却没想到比奇突然发难，打断了他的3根触手。随后沙老师脚下的地面突然开裂，他试图用触手向上爬，却被死神开枪阻挠，无奈掉进了关押同学们的笼子。笼子是针对沙老师的专用物质，逃脱困难。但是沙老师自信一笑，这种东西他早就克服了，然后开始用舌头舔栏杆。他在舌头上涂了消化液，舔个半天应该就能舔破。死神出面阻止了沙老师破坏笼子，他们现在位于下水道，只要他一摁开关，笼子就会被每秒200吨的水压淹没，沙老师会被压到笼子上彻底溶解，而学生们也不可能在这种险境中存活。也就是说，死神是在牺牲学生们杀死老师，最好的杀死老师的机会摆在眼前。比奇默认了死神的做法，乌坚却犹豫了。他曾经问过自己的上司，如果碰到需要牺牲学生才能杀掉老师的情况，他该怎么办？上司让他自己判断，责任也由他全部承担。于是乌坚一拳揍飞死神，挡在了沙老师和同学面前。在他眼中，学生们的生命比地球更重要，如果死神要杀了他的学生，就由他来阻止。乌坚追着死神离开下水道，杀死乌坚不是件容易事。死神在门口设置了炸弹，让比奇绕后将其射杀。乌坚是专业特工，虽然一下就感觉出了死神在门后装的陷阱，但是没时间拆除，他选择直接硬扛爆炸，激发爆炸下来。乌坚居然屁事没有，好家伙，你也是钢铁之躯！乌坚很快追上死神，并在千钧一发之际躲开了比奇的爆头射击。比奇背叛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和死神
神都是一类人，从小在与死亡相伴的贫民窟，只能相信金钱和自己的技能，以及人被杀就会死这一点。死神说自己能和比奇相互理解，然后毫不犹豫引爆炸药，将乌坚和比奇一起掩埋，这才是他让比奇拖住乌坚的真正目的。虽然被天花板砸了正着，但乌坚除了划伤依旧屁事儿没有，比奇却被压在石板下陷入了昏迷。乌坚打算抛弃比奇，苍桥首先不干了。虽说和死神合作变成这种样子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比奇才21岁，从小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比奇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遗失了许多大人该有的东西。他恳求乌坚救救比奇，就像原谅犯错的学生一样原谅他。比奇的童年非常悲惨，小时候全村被屠，只有他一人杀死民兵逃出来，并遇到罗威罗夫妻。罗威罗给了他2个选项，一是成为杀手，和他们一样生活在血海中；二是被送去难民营安稳生活。最后比奇选择了前者，生活在冰冷的血海里，就算被背叛而死也不稀奇。而就在比奇彻底绝望的时候，乌坚撑起了压着他的石板，将他从血海里拉了出来。乌坚扯下上衣给比奇固定骨折的胳膊，因为身材太好，惹得比奇狂飙鼻血。而正准备按下开关的死神却通过监控发现学生们都不见了。他原本打算先杀2-3个学生示威，没想到炸弹早就被阿莹拆掉了。他们全班喷上迷彩，躲到监控的死角。至于沙老师，因为自带保护色，所以正脱光的趴在地上，以为学生逃走的死神慌了神，折返回去，正好碰上脱险的比奇。比奇吸引死神注意，乌坚则趁机绕后埋伏，擒抱住死神，一起跃下深坑。还好大坑的底部都是水，2人掉入水中。乌坚对死神是杀手的身份正是存疑。虽然死神的每招都很厉害，但是破绽又多，防御又弱。话说到一半，乌坚惊悚地发现水面上居然飘着一张人皮，而卸了妆的死神脸上居然什么都没有。他居然为了练就完美的变装技能，割掉了自己的脸皮，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不要脸？乌坚将死神拉入近身战，2人打得难舍难分，因为不知道对方还有什么花招，战斗不能拖得太久。打了一半，死神又开始自爆，什么出生贫民窟，什么悲惨的身世都是他编的。他的父母是被杀手杀死的，而亲眼看到杀手杀人的他，被杀手漂亮的动作吸引，就此走上了变态的不归路。说着，死神拿出一朵玫瑰朝空中一抛，趁着乌坚视线被玫瑰吸引，藏在手指中的只有10毫米的子弹射出，正中乌坚胸口。极小的子弹穿过肌肉和骨骼的缝隙，直达动脉，在自身的血压下，动脉伤口不断扩大，最后造成大出血。乌坚无力地跪倒在地。然而正当死神洋洋得意地走近宣布这是只有他才能做到的综合技巧的时候，却发现那一枪根本没打中乌坚，而是打中了沙老师伪装的触手。沙老师从笼子里伸出触手，用番茄汁伪造了血液。等一下，这番茄汁是从哪搞来的？算了，不重要。乌坚抱起一脚踹裆，致命打击，伤害了他重要的学生和同事，绝不饶恕。乌坚成功撂倒死神，危机解除。死神的能力毋庸置疑，但是他自负了，教育他的人也没能让他把这些技能用在正轨上。偷偷逃跑的比奇被同学们抓了回来，但大家都选择了原谅他。乌坚将之前死神手里的玫瑰送给了比奇，这朵花不是学生们借给他的，而是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打败敌人获得的战利品。毫无情调的送礼方式却让比奇心花怒放。经过这次事件，沙老师强烈要求乌坚能提供一个能安心暗杀和被暗杀的环境，他绝不允许他的学生今后再遇到这种险境。于是乌坚向上司提议，暗杀过程中若将学生卷入，则不支付赏金，毕竟保障自身安全是学生们应得的利益。上司轻松答应了，反正依靠单个杀手暗杀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各国正在联手制定最终暗杀计划。虽然不知道这座暗杀教室会迎来怎么样的结局，但是在此之前，乌坚都是他们的老师。